琳达的睡前故事，时间让吸引力法则伴你入眠。故事1：重拾自信的光芒。42岁网页设计师爱上镜子里的自己。42岁的网页设计师雅维，每天面对着数位转型的浪潮，却在快速变化的科技世界中迷失了自己。长时间的工作压力和不规律的生活作息，让他身心俱疲，也渐渐失去了自信。直到有一天，雅维接触到吸引力法则，他开始学习爱自己。每天早上对住镜子里的自己说：“我爱你，我相信你，我可以拥抱数位时代的挑战。我可以活出精彩的自己。”一开始，他觉得很别扭，甚至想笑自己。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雅维开始关注健康管理，调整饮食，培养运动习惯，并学习如何应对压力和焦虑。渐渐的，他发现自己开始散发出自信的光芒，整个人容光焕发。过去，雅维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够漂亮，但现在，他开始懂得欣赏自己的优点，并且接受自己的不完美。雅维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当你开始爱自己，相信自己，你所散发出的光芒将吸引来更多美好的人事物。即使在充满挑战的数位时代，你依然可以活出自信与光彩。因此，爱自己就是吸引一切美好的开始。故事2：从城市返乡。41岁设计师回归田园，打造梦想中的有机农场。41岁的设计师亚玲，在充斥着社交媒体趋势的繁忙都市生活中，渐渐迷失了自己。看住一则则旅游的贴文，他渴望回归自然，过上简单而纯粹的生活。在一次关注环保议题的网络搜寻中，他接触到有机农业，便毅然决然辞去工作，回到乡下老家。雅玲租下一片土地，开始学习种植有机蔬菜。她每天早晨都会对着农田说：“我吸引大自然的能量，让我的农作物健康茁壮成长。”她用爱心和耐心灌溉，并坚持不使用农药化肥，希望将最天然健康的农产品分享给更多人。雅玲的有机农场慢慢步入正轨，吸引了许多向往健康生活的顾客，也让她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喜悦。因此，顺应内心的声音，让吸引力法则指引你找到人生的方向。故事3：心灵写作的力量。40岁职业女性透过书写疗愈自我，并出版个人著作。40岁的职业女性雅婷，长期处于高压的工作环境，身心俱疲，心理健康成为她越来越关注的议题。在朋友的建议下，她开始尝试心灵写作，将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记录下来。雅婷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花一些时间写作，并对自己说：“我透过书写释放压力，疗愈自我，并且让更多人产生共鸣。”写作让雅婷逐渐找到内心的平静。
他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作品，意外地获得了许多关注。他将自己的作品投稿到出版社，也幸运地获得了赏识，出版了个人著作，并且举办了多场线上和线下的读书分享会。因此，书写是灵魂的低语，让吸引力法则帮助你找到心灵的出口。故事4：居家装饰的艺术。43岁上班族善用空间美学，将租屋处打造为温馨舒适的个人天地。43岁的上班族舒美，长期租屋在外，但她并不因此而将就生活品质。她喜欢利用居家装饰，将租屋处布置成充满个人风格的舒适空间，成为她在繁忙都市生活中的一片心灵绿洲。舒美擅长运用色彩、家具和摆设，营造出温馨舒适的氛围。她每天回到家都会对住自己的小天地说：“我吸引美好的事物，让我的家成为充满能量和爱的避风港。”舒美的家不仅是她休息的地方，也是她展现个人美感的舞台，更是她在网络上分享生活、吸引粉丝的秘密基地。每当朋友来访，都对她的居家布置赞不绝口。因此，用心经营生活，让每个角落都充满幸福的仪式感。故事5：旅行的意义。38岁单身女子在异国找到真爱。38岁的行销主管舒涵，单身且热爱在社交媒体分享生活。看住朋友圈里的旅游美照和甜蜜恋情，他更加渴望拥有一段美好的爱情，却总是在爱情里跌跌撞撞。工作忙碌的他，决定听从内心的声音，给自己放一个长假，独自一人踏上前往欧洲的旅程。在旅途中，舒涵不断地告诉自己：“我是值得被爱的，我吸引来充满爱与幸福的关系。”他敞开心胸，享受着旅行的每一刻，也遇见了许多有趣的人事物。在旅程的最后一站，舒涵邂逅了一位同样热爱旅行的异国男子。他们相谈甚欢，彼此吸引。舒涵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当你相信爱情，并且敞开心胸迎接它，你就能吸引到对的人。因此，相信爱情，它就会在最美好的时刻出现。故事6：健康生活的魔法。45岁家庭主妇找回健康与活力。45岁的家庭主妇淑芬，长期以来忽略了自己的健康，生活习惯不佳，导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。看住网络充斥的健康管理资讯，她感到焦虑又无所适从。在朋友的推荐下，淑芬接触到吸引力法则。她开始每天早上对住镜子里的自己说：“我是健康的，我吸引健康的生活。”她开始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，学习健康饮食的知识，并开始规律运动，尝试时下流行的运动课程。渐渐的，淑芬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，也变得更加有活力。淑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当你开始重视自己的健康，并且相信自己可以拥有健康的身体，
健康就会自然而然地来到你身边。因此，健康的身体来自于爱自己。故事7：亲子关系的温暖。42岁职场妈妈改善与孩子间的隔阂。42岁的职场妈妈怡珍，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蜡烛两头烧，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，也常常忽略了孩子的感受，导致亲子关系越来越疏离。看住孩子沉迷于社交媒体趋势，他感到更加焦虑。怡珍开始学习运用吸引力法则，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他会对自己说：我拥有充满爱与和谐的亲子关系。他开始试着每天拨出一些时间陪伴孩子，放下手机，和孩子一起进行户外活动，并耐心地倾听孩子的心声。渐渐的，怡珍发现孩子变得更愿意和自己分享心事，亲子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。怡珍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用心经营，并且相信爱的力量，就能够建立起牢固又温馨的亲子关系。因此，爱与陪伴是亲子关系最好的桥梁。故事8：退休后的学习热情。45岁退休校长学习新语言，开启精彩的异国文化之旅。45岁的退休校长明华，退休后，他不甘于平淡的生活，决定开始学习新的语言，探索不同的文化，考虑到未来想去的国家，以及网络上的旅游资讯，他选择学习西班牙文，并报名了语言课程。他每天都努力背诵单字，练习绘画，并对自己说：我吸引语言的天赋，流利地用西班牙文与人沟通。体验西班牙的文化，明华的语言学习进展迅速。他透过网络结交了许多西班牙朋友，并开始规划他的西班牙旅行。他相信透过学习语言，可以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，因此学习永远不嫌晚，让学习成为你一生的旅程。故事9：重返职场的勇气。40岁失婚妇女重拾职场自信。40岁的怡君，在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后，成为单亲妈妈，独自抚养年幼的孩子。离开职场多年的她，看住网络上的工作机会和数位转型趋势，对重返职场感到迷惘和恐惧，害怕自己无法胜任任何工作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怡君接触到吸引力法则，她开始每天早上对自己说：我是有能力的，我吸引来一份理想的工作。她开始积极参加职业培训课程，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，学习最新的科技知识。凭借着努力和自信，怡君成功获得一份理想的工作机会，并且在工作中表现出色。怡君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何时，都不要放弃自己，相信自己，你就能吸引来你想要的一切。因此，自信是吸引成功的最佳利器。故事10：音乐的翅膀。39岁银行行员重拾吉他梦，自弹自唱谱出精彩人生。
39岁的银行行员舒华，过着规律而平凡的生活。看住网络上流行的音乐短视频，他心中尘封已久的音乐梦被唤醒。年轻时，他热爱弹吉他唱歌，却为了生活而放弃了这个梦想。在接触到吸引力法则后，舒华决定重拾吉他，让音乐再次丰富他的人生。他每天下班后都会练习弹奏，并对自己说：“我吸引音乐的能量，让我可以用音乐感动自己，也感动他人。”舒华开始在社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音乐作品，温暖的歌声吸引了许多粉丝。他也鼓起勇气参加了歌唱比赛，并获得了不错的成绩。音乐让舒华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，也让他重拾了自信与快乐。因此，勇敢追梦，让吸引力法则引领你找到生命的乐章。这些故事其实也向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就是十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拥有的力量。相信的力量，只要你愿意相信自己，相信你值得拥有美好，并且用积极的心态去行动，那么你就能吸引来你想要的一切。在睡觉前，让我们一起做3个简单的练习，来感受吸引力法则的神奇吧。对住镜子里的自己，说3遍我爱你，并且真诚地赞美自己3个优点，在心中描绘出你想要的生活。想象你已经实现目标时的喜悦和满足，带着满满的 gratitude， 感谢今天发生的一切，感谢生命中的所有美好。相信我，当你持续这样做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将会充满奇迹。记得按赞点选小铃铛，我就能持续帮助你